三學，我們都喜歡 cosplay， 耶！今天上來介紹就是關於做假髮這件事情。很多特別來賓，因為我們之前呢有做過第一次 cosplay 就上手，然後大概介紹了一下簡單的 cosplay， 大家怎麼樣花錢買快樂。然後呢，今天呢我們就是來講第一次做假髮就上手，因為我其實也沒認識那麼多人，我的日學人裡面很多都是很厲害的人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两位呢，他们是我認識覺得做假髮很厲害，他們都有在做接單，不在摳圈專業職業接單。對，我們會說毛娘，不然要直毛呢？哎，聽說真的會有人叫你們毛娘嗎？現在都叫我們魔法師。毛娘是因為我太老關係，所以還不是就是中國那邊的還是會叫大陸那邊毛娘。哦，那台灣這邊叫魔法師比較少。先介紹一下，就因為今天要講做假髮，那既然講到頭，我們就可以先從我們平常常用的工具開始，就是畢竟就是有一句話叫什麼工什麼利其器的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对，有一句话叫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看剪辑就把你们剪掉，就变得我好像我会講那句話。不行，我才不要。大家會買一個頭，就是要量一下頭圍，對，一個假人頭圍這樣。然後他每個頭都會硬啥摁啊，沒有在介紹，就是每個頭圍都會有一個尺寸，然後你要量一下你的頭圍大概是什麼尺寸，因為像你這一顆跟我那一顆就很明顯是 size 不一樣，你有發現嗎？差很多吧？像這個其實是一般美髮他們常用的仙女頭，它頭圍就本來就比較小，一般不是正常人的頭圍。那我們一般 coser 大概頭圍是接近，像這個是名嘴哥，它比較接近一般人的頭圍，所以做起來的頭型就會比較接近。所以我那時候做就是用仙女頭做的，所以他們這都有特別名字，是叫名嘴哥。就大家叫這個。那如果我要買這一頂的話，是要打名嘴哥。沒有打名嘴哥就有，把名嘴哥真的查到啊，查到啊，这個就已經被叫了專業就是跟我們不一樣。我怎麼會再叫他死人頭？這是名嘴哥，然後你說的這個是比較符合一般人的大部分普羅大眾的頭型，就比較接近是他的。接單用他的是比較不會出錯，落差不會太大。一般人是55到57，對，我的好像是50。仙女，對，就仙女頭啊，因為他們除了頭圍不一樣之外，他的臉型也不太一樣，所以說做男女角用不同的頭型去做，那個看起來氛圍就有落差。然後接下來剩下的這些器材，像這個是就一般剪刀嘛，然後這也是剪刀，然後這是打薄剪，然後還有那個尖尾梳，還有大头針。你知道那個好的髮型師一定要會針灸，你知道針灸意義在什麼嗎？比如說我要做一個頭髮的弧度好了，然後我要定型的話，我就把那個形狀，然後把它插在自己想要的位置。对，然後弄好，假如說我要這個樣子，然後我就針灸好這個樣子，很定型，它劉海就會長這個樣子。但那個前提是髮量要少的狀況下，它定型會定得比較穩。尖尾梳我通常是拿來就是做那個鬢角用的。我有帶一個東西，我都會拿這個。哦，這種是什麼東西啊？就是它其實一般美容上一些可能護膚品，它的頭飾有點類似矽膠，它其實比較不會粘住，我也是放在桌上，然後用這樣刷把它刷。這也是一樣的用途啦。但人家那個比較好哎，你這個可以退場。沒有啊，我就是直接用了就這樣子。這個也可以加那個啊，就是像貼在中縫的髮面，它是壓的，它就是功能很多。对啊，然後在 U 膠嘛，就是通常會做到那個鬢角啊，或是美人尖會用到。哎，這個你們會用嗎？我們是約 Q，對，都行啊。這是盜版的嗎？等一下，小妖版的頭牌子。這個所謂的 U 膠，小妖版的是 MO， 然後你們買的是什麼 ？U， 所以你被詐騙了嗎？不是，這個就這個牌子而已啦，它就是比較便宜。對，啊，你们買的比較貴一點的是不是？如果以價格來講，貴一點點。你們家比較窮，所以但效果是差不多。我覺得做假髮這件事情，你只要追求效果一致，其實你用什麼工具都沒有問題。夾子就是你有時候，比如說修層次的時候啊，然後你就需要把它先夾起來，分層，或者是你在做那種反重力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需要把它固定，然后再喷大量的定型液，然后让吹风机吹掉。反重力已经不是今天是什么意思？不然人家看完这里，他们就很害怕做假髮，反正就觉得好，那出街的话，这是我们的目的，让人家很害怕，就找你们定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要修剪下面的话，你就把上面的夹住，弄固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修下面的假髮。好，那出街用法。那热熔膠呢？热熔膠看起來超級，熱熔膠很重要哎，無法理解為什麼做個假髮會用到熱熔膠。粘髮片這件事情很快，幾乎不用。你是說做好一片一片，然後把它粘上去？對。那不會掉下來？不會啊，不要這樣啪
大，因為它很輕，其實我們髮片做完是很輕，你不要用力扯它都不會。你也可以用 U 膠固定，但是就是干很慢。然後這邊有很多器材，可是你要初學者買這些会不會有點太多了？你要不要先推薦？就是如果一定要的第一个入手，就是像这种小小的，其實就因为它很好帶，然後溫度也蠻高的，而且像這種比較小一點，比較好控制它的捲翹度。大的呢？平板夾跟捲髮是兩用的，所以也是 OK，但它是比較重。然後它的好處是你可以夾像那種內彎啊。大的它比較有控溫的功能，那小的這個它其實就可能就是只有基本的溫度，但它溫度是夠的，就是你只要髮量不要太多，它原則上一般的夾翹什麼的都綽綽有餘。它夾翹嗎？對，這個就是夾局部真的蠻好用的。然後像這個是那個玉米夾，就是如果說你拿到有些夾髮它超級塌到不行的話，你要把它夾工，讓髮量看變多的話呢，不算是第一次，我覺得第一次的話沒有耶，我覺得第一次蠻重要的耶。真的嗎？這個是第一次一樣有的東西哦。你不知道你買到的夾髮會一樣啊，就有可能髮量超少啊。所以其實這個算是第一次建議要入手。我覺得需要買，要知道怎麼用。所以其實也蠻多人會覺得說，哎，這個東西我不上手，它就不要。但是如果你學會它的功能，對於你一般的基礎的造型會有蠻大的幫助。那3雪跟小峰這些東西，你們有沒有覺得說是一定推薦？假設是第一次做假髮的人，那一定要買的配備？當然剪刀是一定要的，要啊。對啊，但是剪刀的話，因為這邊放了蠻多種，就是可能一般的剪刀就是可以用了。那如果說進階一點，因為其實這個真的剪起來是蠻粗的，就可以再入手是一般的平剪跟牙剪，就是它可能剪起來可以比較細，而且比較手負擔比較不會那麼大。其實你用一般的文具剪刀剪久，你手是負擔會很大的。啊，用這兩款用起來會比較輕鬆。像打薄，雖然一般的文具剪也是可以用刮的去刮薄，可是其實你用打薄剪的話就會更快。所以剪刀我是覺得可以慢慢的去進階這樣。那 U 膠呢 ？U 膠的話，我覺得是現在蠻多假髮都有髮片的需求，然後不管是做髮片或是固定，其實它也是蠻好用的。像那個就是沒有做過，你看像那個研磨的，大家覺得應該是研磨的，因為我覺得很浪漫。研磨這樣子是還好，但是你知道，因為有一些是前面是必須要這樣翹的，然後它前面就會弄的一個很厚的那個機織的那種夾的美人尖，有夠醜的，那個一定要自己做自己改的呀。所以就如果要做的話，應該 U 膠也是要入手啦。然後這邊上面有放解膠劑、髮夾，這是基本款。膠水這邊是比較特別的。膠水我是拿來用那種像你做好，然後發現有一些局部毛躁的地方、局部翹起來的地方，就可以用膠水，然後稍微這樣粘一下，就會撫平，然後它就會比較更貼住。這是你的用途。對。我自己是如果要做髮片的話，我是會先用膠水，做完髮片等它乾，就是因為花的時間太長了，可是它比較不會有膠痕，所以我覺得是比較進階的人，如果要做髮片是可以選擇用膠水。因為我比較懶，所以我就直接買解膠劑。但是有膠痕。但其實除了解膠劑之外，我們一般如果平常家裡有在做美甲，什麼是膠痕呢？就你做完，你一定會有那個白白的殘膠。哦，對，那個其實看起來蠻醜。除了解膠劑之外，我平常比較常用的反而不是解膠劑，我是會用卸指甲的卸甲油。我覺得最簡單粗暴是，當你發現它們有膠痕，然後你的髮色很深很明顯的時候，我就會拿出來。不是，馬克筆也行。我會拿定型液，直接局部把它噴得很濕，它其實就會溶掉。你只要不是很誇張的，就是你如果是用熱熔膠，那個膠當然不行。可是如果你是用 U 膠的那種膠痕，白白的膠痕，你其實這樣去噴它，它是會溶掉的。其實那邊會變得比較亮，因為它會變有大量的定型液在那裡，它發光。對，但是它對於一般的新手來講，我覺得是它最簡單可以解除膠痕的方式。還有一個是吹風機一定要有。對，吹風機。對，吹風機它功能很多，是當你真的家裡面沒有夾板的時候，局部把它吹熱，你用手去捏，其實它也是會塑形。再者，剛剛我們可能噴一些定型，你用吹風機讓它冷風吹一下，它會比較快乾，你就可以趕快再處理下一層。我看到了，那個沒有講啊，噴霧啦。定型。這個牌子是我們自己用的，我跟小姚它叫什麼 Butterfly Shadow。某些的那個膠水噴完，那假髮好像就會變質壞掉，糟糟，我不知道什麼。然後這個比較好的叫行邦，那個不能用在白色假髮。行邦嘛，那是本身是好用的嗎？還是乾脆就不要用那一款？其實它是好用的，但是因為它會泛黃，就是尤其是你在白色假髮上，它的泛黃會越明顯。其實我們一般的定型液它還是有帶一點點顏色，但是它是用久了它會黃掉，對，所以那個變質的蠻明顯。那像這一款，我覺得也可以用，是它就是粘性比較有，像剛剛講的那個行邦，如果你是一般基礎的定型，不是要最後定型的話，它也是好用，可以梳開的那種程度。這個是比較黏，我們一般就是用這個或是黑旋風，但是我覺得黑旋風它就是很容易讓頭髮變得很毛。
然後我就一直用剪刀修剪。我们一開始其實是用黑旋風，是因為後來用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小姚跟我說他覺得比黑旋風便宜很多。他比較不喜歡它的緣故，就是因為它味道太濃，不然其實傷過頭。對，它功能性是不錯啦，也是蠻推薦，因為它的價格不會很貴。器材的部分應該都有差不多，然後像剛剛有一開始有提到假髮的款式嘛，這個我覺得比較簡單，我可以來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知道你終於可以講它了。對，我需要講好不好？我沒想到沒有什麼機會跟你講。這個是手勾假髮，就是所謂的手勾，是你它這邊會有一個髮網嗎？網紗蕾絲髮網，網紗，而且覺得網紗蕾絲，好，然後它手勾的是會把它這個一針一針的，就是勾在上面，這種的比較貴。其實這種可以自己做。然後另外一種的呢是機織，機織就是機器去織出來，所以一般的假髮像這種其實都是機織，因為比較便宜。像一頂假髮，無論是原配還是角色款啦，反正大概都是落在短髮的話，可能都是300-500塊就有。對啊，然後像如果是這種手勾的話，大家都要1000多。然後有一些是半手勾，它可能就是前面是做前勾，後面是機織。你看，這些都不是小姚跟我說的。那通常你們假髮都會去哪邊買？淘寶是最多的，淘寶最多，就是通路很多，然後你造型款或是萬用款都會有，所以你選擇性相信比較高啦。你們會有推薦的賣家嗎？還是其實都無所謂？造型款的話，你当然會挑，因為你會希望找到最接近你心目中的那個角色的模樣，不管是顏色，因為其實有時候大家在乎的是顏色跟它的款式，但因為髮量，對髮量的問題，但不同家它可能髮量大家已經有一些基本的概念，大家可能都會推慢貢，它的髮量比較穩定，然後顏色也還可以。髮量穩定是說是多的還是就是中間吧？中間偏多，因為你還是期待你來髮量多，你在造型上面，因為你多還能修剪，你還可以打薄，它少的話你就对，像有时候我們買到可能漫美或是自由人，他們來就是那種髮量都是少到你根本沒有改動的空間，因為它原本已經是詐騙的造型款，然後來又沒有那個空間讓你可以去調整的話，那就很痛。就沒有你沒有多餘的餘裕可以去做頭髮之類的。所以這可能呢，就是個人需求跟個人的喜好啦。有些人他就是比較喜歡看起來髮量比較多的，然後有些人他不喜歡就是整個這樣很蓬，他喜歡少一點點。就每個人我覺得對假髮的要求不太一樣。再來就是假髮怎麼保養，因為用完以後可能上面會有很多膠啊這一些，那通常要怎麼清洗呢？供在那裡，你就不洗了嗎？假髮狀況啊，你這樣弄成跟鋼盔一樣，我說你怎麼洗？安全帽。但我覺得你可以分成2種，就是一個是道具型的，你可能真的拿下來就是要讓它晾乾，然後裡面噴酒精，噴酒精，就殺菌，因為你拿去洗是不可能的。可是像我們一般剛講這種假髮，如果真的要清洗的話，我就是會泡潤髮乳，就是放在可能盆子裡面，然後用手把它弄開之後浸泡而已。那你可能會有一些膠，你可能就是在局部搓揉。那你只要不是用熱水，絕對不要用熱水，基本上它是不會變形。它需要吹嗎？應該不需要吧。也不要用吹風機吹，你就是按干。然後挂在那。除了一般短髮的清洗之外，其實長髮我蠻推薦你可能使用的時候，使用前你可以先泡柔軟巾。短髮可能還好，梳理。長髮基本上它容易打結，就是因為它會起靜電，因為它畢竟是塑膠，它不管是摩擦什麼，它容易起靜電。所以你如果在使用的時候，你先泡過柔軟巾，然後把它瀝乾，然後你去梳理它，它就比較容易打結。哦，你是說在一開始造型前就先做這件事？可以做這件事情，只要你不是要做誇張的造型。當然就是你用完之後，它可能打結了，你要去泡也可以，它也會比較容易梳開。泡完之後，你把它晾乾，可以上一點點油類的東西，比如說乳液，或是我自己本身可能會用一點點的嬰兒油。可是它不就會這樣油會不會就是這樣一搓一搓這樣？你不要太誇張，你只要不要用到很誇張到它整個很油膩。其實我覺得是最簡單暴力的東西。但是如果是你已經使用過後，它打結的很重的時候，你其實可以抓一點點的嬰兒油，就會很好梳。然後你可能用板夾把它夾過。那如果真的遇到完全梳不開的，剪刀直接把它剪掉，不是直接指剪，是可能垂直的把它打結的地方剪掉，再把它梳掉就好了。剛剛其實沒有介紹到，就是說補充一下，這就是假髮梳，就鐵梳，比較小。對對，因為這個如果說講到弄長頭髮的時候，就一定要這個鐵梳。它其實會回復到剛剛講的，因為我們頭髮是塑膠。它跟其他的塑膠類的東西，你互相碰觸，它一定會打結。所以你只要用這個梳，它非常容易打結這個原因。然後因為它這個是鐵質的，那你只要是用鐵或是木梳這邊，或是這種鬃毛梳，只要不是塑膠類的，你去梳頭髮就比較不容易打結。原本是想要做實作，可是發現就是影片長度應該沒有辦法，所以呢，我們今天就單純就是第一次做假髮解說篇。那我們下一集呢？
呢，我們會直接實做一些做假髮的一些基礎的技巧跟注意事項。如果呢要知道委託的東西的話，一定要看我們的下一集。今天呢就非常謝謝三雪小小風，然後我們下個禮拜見了，拜拜。訂閱、按讚、留言啊，對了，好，那記得訂閱、按讚、留言，開啟小鈴鐺。我自己講。訂閱、按讚、留言、分享，開啟小鈴鐺哦，還有我們的留言。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風裡？